聊一聊没烦恼，聊一聊没烦恼。这一集呢，我们是要讲 about 我们去旅行遇到的比较有趣的事情。因为这一集上的时候呢，其实应该也是算是旅游的季节了，因为好像比如说有 Raya 啊，应该然后假期，对，然后我们就说一下，其实我们30多年来的经验，我们也是有不少的。这个荣幸可以飞到去不同的国家。好像之前也是做空姐。那 Ker 我还不确定还有什么的 travel 的经验呢，他很多。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来聊一聊，没烦恼一下咯。我们2026年啦，现在是3月嘛，这一年里面 Ker 有没有去过旅行？这一年还没有，但是往年的话，我还蛮幸运的说，就是有时候跟自己的旧朋友啊，都会好像相约，好像像我有一组朋友，就是会相约每2年，我们就会去旅行啊，不然的话就会，如果不是大的旅行，就可能是在自己的国家小小类的旅行都会有。对，我们自己的那一个小团体也是蛮常旅行的，就是那种388的团体也是。对，我们最靠近的一次就是去巴黎的那一次。对，去巴黎，可是我们去巴黎也是去到很样甩一下啦。对，就是真的是放松到一个放松的自我，躺平，就是我们甚至是觉得我们只是在换着不同的地点睡觉。真的，你明白吗？我们太样衰了，因为我们在巴黎里面我们去5天是吗？然后有4天不止，还有4天我们都在吃同样的食物，就是而且又不是当地的食物，它就是华人餐 dumpling。但你们每一个人都是 OK 这样子的 travel 条件的，就是我们互相迁就哦。互相迁就，少数服从。主要是好吃，你知道吗？你如果是在那种旅行，我真的很扯，因为我们要 describe 一下，因为它的环境又好，因为它是面对着整个稻田的。然后它是有阵阵凉风，然后它又给你那种 bean bag， 主要是巴黎 dumpling 的味道咯，你明白吗？可是它好吃。没有，问你们现在的这个 travel 的这个 condition 跟你们年轻的时候是一样的吗？有 OK 啦，我们讲没有不一样也是骗人的啦，对吧？就是肯定是我们比较懒。对，现在我们比较懒比较想要真正的定义，就是放松的定义，就是真的好像不做任何事情。因为我发现到最近，因为我 travel 越来越多，我就发现到其实每一个人去旅行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好像我们也是会出去旅行做工嘛，对，我就发现到其实我们对旅行的定义不一样，因为今年我们前几个月就 at this moment of posting 我们去了日本，对，然后我就因为前一阵子新年的时候我们做工真的做到很西北累，然后这个日本有点算是 retreat 这样子啦，然后就发现到他去日本跟我去日本的这个 trip 是不一样的意义的，可能他去日本是还要狂 shopping，还要狂买东西，那个是他放松的方式，我的心灵。对，然后我的方式就是就你觉得 therapeutic 做那个事情，对，因为对我来讲，现在我30岁的旅行是 out of 我的 routine， 然后是去放松的，而不是去赶行程的。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样你去不是浪费钱可能我去那边因为我们住Muji Hotel，对，那Muji Hotel真是爽到爆，然后你就想留在里面1天，对。可是很多人就会觉得你出去你还不去 explore 咩？就每个人的意义不一样，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平时天做工的时候是他们真的是已经没有什么就还是可以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啦，所以他们到旅行了就是要一个狂 out of 我的 routine 的东西，对，但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放松，我就不想做任何事情，但是走走看看吃东西这样是 OK 的。对，这样对你来讲，你现在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我是比较偏向你刚才说的，我觉得你好适合跟我们去巴黎旅行，换不一样的地点睡觉，就是像有些人讲的嘛，有些人是比较像打卡，就是说，但是我觉得那个没有对错嘛，就是他 enjoy， 他觉得我看到这个巴黎铁塔，我觉得我有 fulfill 到我来旅行的意义但是我是可以去一个国家不看它主要景点的，就我是可以来，但是我是外国人，我来马来西亚我看不到 KLCC， 我是死而无憾的，我是不需要觉得我一定要看到那个东西，但是我觉得我要 enjoy 到马来西亚的 hotel， 因为我 enjoy 那个好像氛围感，对氛围感，对，我知道，对我也可以去街上跟一个人，如果 let's say 好像遇到很趣事，我就觉得那个就是那个独特的旅游的记忆。对，就我觉得对我来讲，行程主要真的是身心灵上的放松。就我放松的定义就是要休息要够，吃要好，住要好。是，而且主要是跟朋友 gather 在一起，在一个地方，就是跟你去旅行那个人相处的时光。对，这个东西会比起
打卡景点对来的更重要。当然有去到很好，去不到也对 OK。你觉得你旅行中有什么东西是不能 compromise 的 ？OK， 比如说我 20s 的时候我旅行，因为那时还没有赚到什么钱嘛，对，然后你就 OK to 住那种 bunk bed hotel。可是I have to be honest 啦，现在这样子的年纪可能我自己住我的家也是住到很舒服了，我不想出去外面是一个我没有办法接受的 hotel。因为我有试过我去台湾，我们去一个 budget 旅行这样子啦，跟我以前的员工也是。然后我就讲我们有一个 budget 的，那是我自己对旅行也没有什么概念，因为我以前就是一直做工嘛，我就头脑天真，你知道，我就觉得租一个 hotel 一个晚上可能200-300块 OK 啦，没想到现在的市价是要2-3千块才可以租到 comfort 的，所以我就给他去做吧咯。然后去到台湾第一天你知道第一天是最痛苦的嘛，你要从飞机下来啦，拿那个然后就去到坐那个地铁然后就地铁走去你 hotel 要5分钟，这样那个路是空这样，你空到去你们就可以一个舒适的地方。我一看是那种 sharing 的 apartment，是有一个家庭住在里面的，然后是有他就租一间房间给你，然后是一个 uncle 戴眼镜的，然后一开门还有那种他小孩子的一个玩具的区，因为我完全是没有看，没有，我完全没有看，我那个 staff 是 book 什么 hotel， 我就去吧，因为太忙了。然后旁边他的老婆在煮饭 ，Oh my god， 那我就 OK，seems like 一个很 cozy 的 home，you know。我一转进去就讲你的房，他就步游上来你的房间在那边，我觉得OK， 第一天妈的我很累我一开门我的世界崩塌了，因为它是一个铁栏，然后它的墙壁是那种发霉有的。然后它是没有那种公公的心灵风扇，它就是一个风扇在旁边是这个风扇，然后它的气是那个墙壁在漏水的，然后我就已经 devastated 了。还是它的 team 是主要是这种旧款的，它的屋子也是有分，这边还有别的租客，这边还有别的租客，然后我们3个租客share 一个厕所，那个厕所是，这还有煮饭给你们吃吗？没有啦妈的，他踩我都傻。主要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可以租在这样，然后我从那一次开始那一个 trip 开始，我就答应我自己，我不可以再让我自己过上这样子的生活。不是你，主要是你住多少天？对，我有想知道你有完成那个旅程的那个时间吗？就是有住2-3天还是你？我们住1天吧，那个我们本来都是 plan 要1天，对，本来就是住1天吧。所以你就是住1天。可是我跟你讲，那一天晚上煎熬们，因为又很热，然后我就身体又黏黏，因为我不想去冲他的厕所凉。可是我整个晚上我是很可怜的，就很窄，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一直流汗，然后就身体又很痒，因为我觉得他的床很肮脏。可是有一些人真是很 OK 这样子的，因为他们觉得 hotel 只是你回去几个小时而已。那几个小时很煎熬可是以前我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人，就是他们觉得没有错，因为他觉得我去外面旅行的比较重要的部分，就在 hotel 流汗没有关系，在外面不要流汗。他这个不止流汗，没有，因为他可能我还留下不好的意义。我跟你讲，因为有一些人他去旅行，可能他觉得还要 spend on shopping 跟 food， 对，这 hotel 他可以 compromise， 是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现在 cannot compromise 的东西是 hotel， 我每一个都不可以 compromise。不要跟他去旅行，好烦哦。所以是不是其实旅行你讲 budget traveling 是真的是看你怎样去做你的 comfort 每个人 budget 不一样，我也是可以讲我的 travel 是 budget。本来对我来讲，你看在这边我没有在他的定义上，他是觉得是 budget，就每个人的 budget traveling 不一样。就像你讲 compromise 的点是不一样。但你不能 compromise 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我不能 compromise， 没有8个小时的睡眠，我真的不可以耶。而且我已经跟我的队员们说过，我讲我的8个小时的意思不包括我刷牙洗脸了，你不要把那个放在我的睡觉8个小时是在床上 deep sleep。那你不要这样把人8个小时有时候讲说那你收拾行李在家里做有的没有的这样也是8个小时吗？没有，我是那个要另外1-2个小时，那个8个小时是在我床上睡觉。你知道他很烦的吧？因为我们以前我们会有那种 pillow talk，就是 after 回到做不到，我跟你讲，回到酒店过后，我们会出来一起 pillow talk 这样子然后这次巴黎他就已经告知大家，他就讲跟他 sorry 今晚我们的 pillow talk 可不可以8点就开始？我不明白。OK， 我老实讲为什么你要有 pillow talk？ 你真的对方一整天，为什么你要晚上才来讲话？我跟你讲，早上也可以讲话吗？你中午也可以讲话吗？没有，因为你睡觉之前是很 vulnerable 的，因为丑啊，我一整天都很 vulnerable。
我随时都可以讲话的，我不要晚上9点10点我就穿我最舒适的喂来喂你今天过节没有到30过后你就可以在hotel那边喝酒讲话了嘛，谈心事嘛，没有要喝酒，他没有要到是早上8点了，我问你，我就是假设我讲不要约我晚上喝酒，可以早上约我喝茶啊。如果你早上约我起来的话，这样我可以因为我们早上还没有醒。你还没有醒，你怎样跟你聊心事？不要吵架，我觉得有观众的，不要吵架。对不起，对，他不给我的观点，所以我们有 compromise，所以我们8点就出来。OK， 我们8点出来聊天聊到10点，可是每一次他10点才出来，你懂吗？他就在那个房间里面摸，他很明显跟你讲，他不想跟你 pillow talk。他刚才都讲了，我是觉得 pillow talk 的时候，所以在旅行的当时已经可以进行，你不需要把它搞到3更半夜来一个好像我们就 pillow 不了 talk 不了啊，就 OK 了。我老实讲这样好了，我认识，我觉得我这个年龄我真的做不了 pillow talk， 所以谁要跟我 pillow talk， 你不要约我去旅行。我可以做 morning afternoon， 你们也可以。你没有试过什么很痛苦的旅行嘛？煎熬的。我在大学时期的时候，因为我去日本交换生嘛，然后我在日本交换生的时候，我就有太明显了，我就有2个，我没有讲不好，那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对只是很吓人，因为我跟这2个朋友一起，就是在。我们每一天交换生都会要上课的，就是我们在下课过后就差不多下午2点我们就放学了，然后就是下午2点到第2天我们8点要上课，你懂吗？下午2点到8点之间我们就去旅行，而且我们是去另外一个城市旅行，就是要坐很远的 train 这样子的。然后他们的 planning 就是要在去那个旅行的过程里面每一站都下，然后去那个景点那边打卡。所以我们是 you know 他们没有算进去，我们要休息、吃饭跟冲凉啊，因为对他觉得不是，因为我不知道 goal，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 goal，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没有算进去，因为你知道的，对。然后那时候我是 tag along 罢了，我就是跟他们一起去哦。然后过后他们2个就在那边讨论，然后过后我就很吓到，因为每一个行程就快点，这个就是那个打卡点，快，我们下次我们就是要飞去这个桥这边，拍有一张照片，我们就快点上车，然后去下一个了，我就吓到。那个是他们第一次去那个地方嘛？我们3个都第一次去，可是我没有想要留下回忆嘛。对，你知道我们没有休息，就这样一直赶到半夜啊，然后半夜没有火车，半夜可以 pillow talk 嘛，在那边。等一下你不要讲 pillow talk， 在一个舒适的环境我可以 pillow talk， 可是这个太 intense 了，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没有 book 酒店，所以我们没有地方睡。然后我就接受不到这个，我跟你讲，最接受不到的是我们完全没有带衣服那些，因为已经太夜了，没有火车，我们也回不到去，也去不到哪里。然后我们就在一个餐厅里面，然后他们继续讨论，他们还吵架。然后过后我不懂吵什么啦，因为反正我就是坐在旁边嘛。然后我们就在那个餐厅那边他是开McDonald's 开24个小时的嘛。那我们就想在那边眠一眠哇，原来日本有一个文化就是你不可以在餐厅睡觉。真的吗？我一张铺起来就有人来你讲不要我在祈祷，可不可以？他怎么可以 justify 你睡不睡觉？我觉得好奇怪呀！对，我当时的想法跟你一样，我讲这样子不可以吗？这样我就坐着这样戴黑眼镜啊，对呀，我们没有黑眼镜，然后我坐着这样的关眼镜他叫我起身他讲不可以睡觉，不可以影响到其他人。I've just done my prayer。听，然后我们就真的顶不顺了，然后终于我们找到，我们就去那种网吧，就是那种 internet bar。我们懂什么是网吧？对，原来日本的网吧是有那种space 有的唱 K 啊，有的睡觉，你租一个钱，有的唱 K 跟冲凉，他们包买冲凉的那些，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可是我们没有冲凉，因为我们没有带衣服那些，然后我们就这样过了一个晚上，然后我们就搭最早的 train 要去上课，然后我们是连续1整天2天没有冲凉啊，然后我的头发是油油，然后我有照片的，很丑啊，整个脸油油，然后过后就是在火车上面，我们就一直这样就一直睡觉，很累，真的很累，然后我们就去上课，然后我们就继续上课，上到2点。这个 trip 教会你什么？这 trip 教会我不要赶行程，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赶行程如果他们喜欢的话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自己是无法的话就。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的不能接受的点就是赶行程，我不能。但是我那个人一直赶着换hotel睡觉所以不是今天要3个hotel睡觉，但是我们睡觉，因为你不赶，你知道换hotel睡觉也是很累，换hotel睡觉from one hotel 去another hotel 惨累耶。对，但是我讲他是，所以还是赶就是不能啊。
我就想知道他的点是不能改，还是你不能是那个 activity 本身。我的点不可以太 pack 整个东西。就是我们不一定要去打卡，然后我不可以 crowd， 我不可以 crowd。我觉得要 plan 一点点。可是如果我们 plan 到去到那个地方很多人的话，我们就撤离。因为我觉得太多人很辛苦，但是很难达成那个共识，不是吗？因为每个人就像你讲的咯，所以我没有逼任何人跟我一起去旅行。好，不要去旅行。讲到最后这个，可是我跟你讲，没有发出邀约，你现在这个年纪，你要 gather 你的全部朋友去旅行是很难得的，对，因为每个人的 travel 的方式不一样。我觉得他们不止3关呢，要有 travel 关，要有4关呢。travel 关是很重要的嘞，真的没有啦。其实如果真的已经答应要去的话，就要互相迁就。对。可是我也是真的不能 with 那种需要一直打卡的，我也是曾经有试过。越南吧，它是有一个它用香做成花的那个地方啊。我不知道。OK， 不用紧，它是在越南吧。然后我就去那个地方 ，literally 就是去那个地方拍照吧啊。I tell you， 我们坐 bus 坐2个小时，那种躺的那种 bus 去2个小时，4个小时 ，4个小时去到那边很 underwhelming 的，就去了那我就去看在哪里，就问了，然后就进去我们带着我们疲惫的身躯去啊，然后那个做场的那个人他都笑我们他就笑我们来这边拍照拍照拍了10分钟我真的是我一进去我就那种小红书的照片全部是骗人的，因为他们 edit 到很厉害，然后他的香就是这样子插在那边不同颜色，然后就蛮多人在那边排队上那个小楼梯上去这样子拍照然后就公回去4个小时。真的，我那一天就去拍那个香照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很不快乐，我很难过，然后我的 day 就 ruin 了，就这个样子。其实周末你的旅行每次有遭遇这种，不是因为我没有去看那个 itinerary， 这个 replay 因为没有看那 itinerary， 你知道吗？我就跟着走罢了。我以前去旅行还有就是很痛苦的经验，就是你跟你的 parents 是签那种 travel 团一起去。我跟你讲，对，有一次我去韩国，但是我不能乖啦，因为你跟 parents 去嘛，然后我其他的 family 也是那种比较年长的。其实因为我的 family 从此以后都不去韩国了。我跟你讲，你第一次去这么在着，对，你第一次去那个国家，你就对那个国家有这样子的既定印象了嘛？因为那个韩国 trip 我们去了10天8夜啦，我们8天都在看草。因为他带我们去那个公园，因为是那种公园这样子手放后面这样走，然后就带你去手一点。为什么没有别的东西看？那边不可能的嘛。你去那个韩国的然后就去吃。没有忘记了，有去那种明洞啊什么那些，是在韩国嘛？是我就有去吃那种韩国的那种料理然后就去拍。我跟你讲，每一天朝三餐去拍，什么拍 my life man？ 你被困了是吗？我不知道啦。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很多人一起然后我就不想再回去这种我只记得这个没有的预防的嘛，你怎么样？那有 itinerary 就是你以为就是你都没有去过，你都不会嘛？因为以前我们还小的时候，我的 parents 不会 plan trip， 我们也不会 plan 嘛，就这样子手刚刚跟去。然后他们去那种 souvenir 店其实他们跟这个 agency 已经八嘎了，他们会拿 commission 的。对，这个中国人很盛行。Oh my goodness！ 我们去上海是哪里他们有卖那个蜜蜂的那个 gel 的他们来吃那个。我跟妈妈就买了几千块那边，然后买放在冰橱倒过期就是很不能顶这样子的。对，就是他们的行销手法是很夸张。对，现在没有了啦。现在可能比较少一点了啦，比较 modern 的 way 啦。因为以前我记得每一次去中国的时候跟团他就带你去看刀。然后买刀，不然就玉，对，不然就是对玉，茶，丝绸，然后珍珠进去的一个 standalone 的那个厂那边，然后你就进去还是介绍，就几个小时没有。对，然后他们就用那种中华情节，就是让你知道大家都是我们的根，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跟孩子消费，我们就好累，给他情绪绑架了一下。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很 epic 很 memorable 的旅行的故事？最近我们去京都的时候就 Kyoto 的时候有一个很 epic 的事情发生，就是我们就要坐 train from 那个机场坐去 Tokyo，然后我们坐那个快程的 train 嘛，然后它就是我们有很多 luggage， 它就是有一个地方可以放那种大 luggage 然后锁起来的。然后过后我们就锁哇，很开心啊，有位置啊，这样，然后就坐，到了那个地点过后，我们就要拆开，就是放回那个 password 拆开了，然后拿行李下车。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要我讲没有不懂做梦。
删除没有不懂怎么，因为我是受害者，因为那个 luggage 是放在下面，然后你要锁的嘛，就2个，然后它就有4个锁，好像 bicycle lock 对，然后我们就放我们的3个 luggage 进去他就觉得有一个锁是不是拉着我们的 luggage 的，他就跟我讲不用，那我就在那边转着那个 password 的时候，他就这样子推回来，这个不用的，然后他在推的当下我的手指推到了那个号码，就是因为我知道的那个号码嘛，然后他就推到那个号码是我不知道推到什么号码，然后他就 lock 起来。Oh no！ 所以那个 luggage 就被 lock 成一个我们不懂是什么号码的号码 ，OK， 然后他就 lock 了，这个是我们要下站的时候了。那个时刻是关键时刻，到底我们要下去 without luggage 还是在车里面跟 luggage 一起？是他不能够，等于他不能解锁，你就不能拿走了，不能拿走。然后他已经讲你要搭到去最后一站你才可以拿。你知道搭到去最后一站还要1个小时嘛？他讲你要搭到去最后一站才可以拿那个 luggage， 然后我就下车我就给我站一逛淘完了就去搞德文就一大堆了，你就要去lost and found lost and found 一大堆，然后就你知道吗？日本人有一个很 epic 的东西。就是他知道你不是 local， 他硬跟你讲日本话。然后我去到那个 station， 他就一直跟我讲，有他这个很热心，他有用繁体器，可是他就一直越来越大声的讲他日本话，我就跟他讲 no， 然后我就开始用介绍大家一个 app， 就 Papago。他就 instantly direct translate，我们就一直这样子，然后大家都很热心帮忙可是我们就消耗了大概1个晚上去找这个 luggage， 蛮 epic。对，然后到最后我是必须要第2天早上的时候去那一个站，去那个站的 lost and found 那边拿回那一个 luggage， 好麻烦哦。好麻烦日本人有一个很美好的优点是我们没有的，导致是我们的痛点，就是说他们很守时间，很 punctual。是，就他跟你讲那个 train 5点23分走你就好5点20分你就在那边站着，然后跳上车，因为他不是5点23分开门给你，对，他是5点23分嘣就走了。对。然后有一次我们就搞整一逛淘完了，我们就要搭去一个地方，我们就吃 bento，OK， 然后这位小姐她很文青派，跟你一样，对，她就拿着一本书 ，OK， 然后我们吃 bento 是黑色的，书本也是黑色的。然后到站铃铃铃下车了，因为我们坐了1个小时多，就哇，快点到我们了，不知道是我们了，快点到我们下，然后我就拿着 luggage 上面，然后还有一个拐楼在那边看着我们，我就下，然后他就讲丢，然后下车，我的书然后因为那个书他就以为是 bento， 他就跟 bento 一次过丢进垃圾桶里面了。然后因为我很记得我在丢垃圾的时候，那一个鬼楼他这样子，他就用一个很奇怪的眼神，他一直这样看我。我真的，他就用一个很奇怪的眼神看我，我就看回他，我就讲怎么。然后还没有跟他讲怎么啦，还没有跟那个阿嬷讲怎么啦。你背上他的眼神，对，他就，但是那本书也是不需要啦，因为他是 surrounded by psychopath， 他是旁边都没有 psychopath。他都不需要读那本书呀。就是我觉得比较 memorable 的，就是以前我曾经去过这个地方叫什么巴塞罗那的时候这里不是很流行那种抢劫就是你知道pickpocketers，right？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还蛮小啦，就是你知道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还没有很多的那种防范意识的时候，就去跟朋友一堆就是7、8个女生这样子一起去，sorry 没有6、7个。我是一到机场，当然你去的时候很多人会跟你讲小心，对千万就是不要要守候自己的钱包。但是你都懂的嘛，人一到那边的时候，我是一下飞机一上那个他们的 bus， 他们的所谓的 metro 的时候，right， 我就知道我那一刻已经被 target 了，因为第一，我觉得我们是女生 ，OK， 第二，我们全部都是 Asian face，so 第三，我们因为刚刚下飞机，我们全部是拿着 luggage，所以你可以 imagine 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 target 的 crowd 了。那时候我的朋友们就是，但是我不知道，我还在那边玩手机，我记得我还在玩手机，然后我们一到我们要下的站，就是我们 hotel 最靠近的站，要下车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我有6、7个朋友吗？你的sorry 我的那个 figure， 对不起，5个不是人老了以后。他们要下车的当儿，他们全部已经下车。其实到我的时候，突然间有2个一对 couple 啦，我觉得他们这个男女就是把我夹着，所以你可以 imagine 他不让你下车，他不让我下车 ，and then 他们就开始讲 Spanish。Oh my god！ 那时候你就一定是会觉得你就还是 try to 来跟他们讲英文，因为我以为他们是不小心挡到，因为我们你知道就是excuse me，excuse me，sorry，I need to get off，you know。但是其实他们在那个混乱的底下，我没有 notice 到的是，我挣扎，我趴开他们下车，我才发觉到，我的钱包已经打开了。Oh my god！ 所以到时候我不见了，就是我的钱包，而且我还没有到 hotel。你是第一天呢，你有不见 passport 吗？我很幸运是因为我 passport 另外外面放，因为安迪通常这样子，你知道是。
你20多岁就已经有安迪的思想，就是只是这样子那个钱没有放在那种你知道有些人，所以我们以后来要放在 bra 放在袜子啊，要放在袜子那种靴子啊，你知道就是不然人家看不到，自己忘记放在那边。所以你就被偷了钱，然后我就被偷了钱，但是我很庆幸的是，因为我没有被偷 passport， 还有我的 IC 所以那些，所以我不需要去 Malaysia Embassy 做就钱是小事，但是你第一天就要去找 passport， 但是你 traumatized 明白吗？就是你都还没到那个地方，你都还没有感受到他的人间温情，你给我来一个偷你钱包，thank you，谢谢。所以那时候你什么都没有做啦？什么那时候因为只是钱。所以我就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如果有 involve 到好像 passport， 你没有 point 的。如果你去跟他们警察，因为我在巴黎同样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你又被他那个巴黎不是是我爸爸啦，他曾经就是在 Paris 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铁塔不是 Eiffel 不是那种很多，那个也是很打破我们的印象，因为我们看也是很浪漫的城市好美，一去到那边哇，一堆人就是会汹涌而至，而且陌生人会靠近你。我觉得其实女生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他会target那种一个单身还是2-3个人的人，对，然后我们比较容易。对，在那个时候被偷，我爸爸我就跟他说了，你要小心，但是还是有人给他打借火机的时候，就那时候就拿了。所以你看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去报警。我跟那个警察说you know like 我爸爸的那个钱包被偷了，那他就跟我讲，他好像就是很无奈，因为他会觉得 you know what can I do， 再加上这个这样 common， 他会讲说I will advise you， 他讲你去 Malaysia 报警，他讲这边报警，真的我去 Malaysia 来这边，但是他真的叫我去 Malaysia 报警。Oh my god， 那你有吗？当然是没有啦，我在 Malaysia， 你觉得我去那个 Damansara 我当那边报警那个 police I mean sorry no you lost your purse， 不 specific to 那个关系，我的意思是你懂吗？他可以做什么在 Paris， 他可以去找那个他其实就是要忽悠我啦，就在走啦，你一定要做一个 report， 你就去 Malaysia 做。哇，这集就先到这里先，因为真的是share太多我们的盖火故事了哈，其实也不用讲太多，我们 summarize 什么啦。下一集呢，我们会再讲我们喜欢去的地方，还有什么小贴士，还有什么 memorable 很 funny 的 moments 在我们的 travel 的时候啦，所以下一集我们聊一聊没烦恼，再见，拜拜。